这节课呢，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比较快速便捷的一个双色渐变的方法。然后其实这个双色渐变，你要学会的话，多色渐变也是一样做的啊。刚才想说双色和多色，但是想想还是以双色为主。然后大家先去悟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点悟透。然后准备2个颜色，我这里用的是蓝色和土黄。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去选颜色啊，练习。刚开始的话，你们可以选点相近色系的。好了，先放到，折腾了一遍。我们整个甲面呢，先刷一层咱们的蛋白胶，然后用到的工具就是咱们这个海绵单色渐变。我刚给大家就是补录过，你们去看一下，单色渐变用的是这个。这个一定要密封保存，不要平时就这么扔着，它会很容易脏的啊。整个面上去薄刷一层蛋白胶。很多宝宝说蛋白胶和乳白色有什么区别？其实就是白色的多少，有透一点，有的说稀一点，有的颜色就偏白一些，有的偏透一些，它就不太一样。我大概刷一下，做个双色，就为了用它打个底啊，要不然纯透色大家不好看。好了，先照灯，照灯30秒就行。把这个收起来，随时用完随时收，把笔给擦出来。然后我们甲面去铺一点点底胶，把底润一下，润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了。OK， 好，30秒时间，我们接下来。这个笔一般不会用啊，但是这里是用不大到，但是大家先备用嘛，等待备用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海绵呢，每次我用完都会剪，但是我的剪刀不太快，那你们剪的就会剪齐，它就可以多次使用，就不用一次一次把它剪下来去用了。所以这一次大的时候就比小的要好拿一点嘛。好，我就这次用这个角去做这个角和这边这个角。首先呢，我在整个甲面的下方。先去把我们的海绵用胶给润透，就是多弄一点，把胶吃进去，不要整个全蘸上啊，留着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们从下方开始一点点的往上去做渐变过渡。第一层颜色肯定很浅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但是你这个胶一定要吃透一点。看颜色是不是上去了？上去之后，我们慢慢再从边缘的地方开始往上去走过渡。过渡到哪儿？过渡到它颜色变得很浅，看不太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其实越往上，这上面的胶就粘到甲面上了，所以说它胶会越来越少，不用担心它胶越上到上面会越多，但是一定让它有一个淡出去，到最后边缘线看不清楚的过程。但是甲面最底下那一层蛋白胶我刷的比较不均匀，所以有一点痕迹啊，大家主要看颜色，但是叠加上2层之后就好了。然后甲面如果有这种小气泡，是因为你点的速度够快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拿这个尖去点一下那小气泡，它就不见了，它的笔触也会变小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先去照灯，也可以不照灯。你想让2个颜色中间，比如说蓝色和黄色，我们知道会出现绿色，对吧？如果想让它中间出现绿色，我们就不用照灯，直接去点。但是如果说来试一下啊。我先这一层，我先去分开点，然后第2层给你们去看2个颜色融合去点，好吧？那样呢就出来了2个，甚至说3个的颜色。
出现了2个或者3个颜色，然后这样呢就是纯粹2个颜色去做，但是因为浅色视觉上叠加也会有一点点泛绿，但是不会像一会儿咱做那种会颜色比较明显一些。然后大家呢现在把你的海绵，它这个角，然后这边比较亮的面我们是不用的，用的是它这个比较这种看能吃东西的这一面，这一面就稍微亮一点的不用啊。然后用反面这个位置去把黄色的胶给它铺上，一会儿咱直接剪掉这一块就好了。或者说你们用一条横向的一条，哎，这个位置也蘸一下，上下着用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然后把它捏起来，它这个海绵会炸开，它就会吸的胶就多一点。好了，照灯之后，咱从上侧开始往下方去做渐变。你看，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多色渐变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了吧？就是从这儿过来，那我这个位置再加点别的颜色，可不可以？能理解我意思吗？就一个样，做法是一样的，但是要保证你甲面的细腻程度。海绵笔这个除了光疗笔以外是可以说是很细腻的了。然后让黄色和蓝色边界线稍微融合一点，但是两个颜色不要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分。现在是不是也能看到中间有一点点泛绿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先第一层淡淡的，很正常，再去照灯。我照30秒，你们正常的话涂那个60秒啊，照灯60秒，给它完全照干。现在其实很多罐装胶都比较好用了，罐装胶都比较好用。那个其实有的时候30秒是可以的，以防万一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这次用2个颜色同时去过渡的一个方法。我你可以先取黄色，也可以先取绿色，都可以，先取蓝色都可以。你如果想让颜色实一点，你就叠3层。但如果想让它就是大概有那么个颜色，哎，能做出过渡来，后缘一定是先把所有的胶堆到后缘去，后缘颜色是最深的。然后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咱用刷子给它往上铺胶，相当于给它铺上后面的这块胶。铺好之后，我们用海绵上的余胶给它把边缘进行往下过渡着走。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哎，给它过渡下来，边缘这个时候不用过渡特别好啊，大概给它把颜色铺下来就好。你看，它是一个由深到浅的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取蓝色，从下方往上去过渡，先把胶铺上，把底下胶给沾满。把底下的胶沾满，沾满之后我们开始往上走。那你们怕2个颜色会就是弄到一块儿去的话，你们这个海绵也可以分开去使用，就是分成2块儿。这个蓝色哎，一点点的往上加，往上走。对吧？现在看蓝色笔触是不是比较大？没关系，蓝色笔触大，哎，我们先把下方轻轻的那些笔触大的地方呢，咱就轻轻的拿笔尖给它戳破，因为都是小气泡。然后再用这个位置，你看底下铺胶不均匀，它整体就会影响上色。好了，我们拿海绵的这个角，沾一点点蓝，沾一点点黄，给它混一下啊，混一下，出现你看海绵上出现了绿色，咱们再把中间给它稍微过渡一下。
你感觉哪里黄色多、绿色多啊？黄色多一点还是蓝色多一点？你们自己就好去掌控了。慢慢做，做细腻啊。好，这是第2层。第3层，你看，只要底下你铺胶铺均匀，这一层也会比较均匀，只不过它有点偏透，就是实色到这儿你有点透，就透了咱底下那个蛋白胶的痕迹。然后我们现在上面如果有这些很大一点的，我们就取另外一个干净一点的地方，去再把要偏浅的地方给它，或者说有点点的地方再点一下，它这大气泡就没有了啊。那你们细腻用心去做就好了。如果说2层你觉得可以了，那就可以。如果2层觉得颜色还是太浅，可以就不用再过渡偏远中间了，然后再把2侧去加重，再走一遍就好了，就不用再走到中间。啊，它这个颜色就是一个由深到浅的一个过程。来，我们先照灯，照灯之后涂上封层，拿下来看一下。OK， 照灯，结束，涂封层。用这种方法做多色渐变也很漂亮，双色渐变也很好看，而且这2个颜色它是一个，不是不是同色系的颜色做，你要同色系那就更好说了，它颜色过渡的会非常非常漂亮。你们直接就一层一层的做，或者说用这2种方法任选其一啊，任选其一。其实比较好的呢，比较安全一点的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去走。好了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感觉是不是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周灯，那么就拿下来看一下。但是一定要保证你第1层打底的时候，一般在甲面上直接做双色渐变，可以不用打底，不是不用打底，是那个不涂蛋白胶，直接在甲面涂完底胶去做也是行的。因为甲面指甲本身它有点透粉色，对吧？偏向于淡粉色，所以它有一点颜色在会好。但是因为这个甲片太透明，所以就大概涂了1层底。完全照灯，照干的封层是必须照60秒才会完全通透啊。用完的这些海绵呢，你们可以接着把它给剪掉。哎，这块我就不用了，但是一定给它剪齐一点，不要剪齐。你看下次把它剪齐这块是不是还能再用？这个地方还能再做2个颜色，对吧？就这么用。你们也可以直接每次用的时候给剪下一块来。我把这块给剪下来，我直接这一次就用这一小块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剪刀用的不太快，然后我们平时呢，这个海绵就把它放到，咱这些袋子里面密封，不要让它暴露在空气中。海绵价格都不贵。好了，看一下，这是这个双色渐变。对吧？双色渐变的一个效果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蓝色有点深，其实这个地方可以把蓝色去再往上走的，但是因为有假托在，没太看出来。方式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去做。然后渐变的这个纹路实际的效果，在其他课程里面也给大家都弄过，你们去再看一下，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方式，好不好？这是10色渐变的啊，10色双色渐变，不需要再去对底胶、再去调透胶的一种方式。好吧，大家。